频道出现问题了怎么办？相信大家心里面都很着急。最快速的解决方法就是直接联系到 YouTube。在上一周，我的频道出现了一个小的问题，不过在联系到了 YouTube 工作人员之后，这问题很快就被解决。相信有很多人不知道如何联系到 YouTube 工作人员。今天这期影片我就分享我的经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盘，我是 Grayson。如果想通过 YouTube 频道在网络上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是完全免费的。在底下描述栏也能够找到很多进 YouTube 频道使用工具。首先我来分享一下是什么原因让我联系到 YouTube 工作人员。在上一周我发布了一部影片，是让 Canva 去除背景的功能。结果在影片发布之后，我发现我的评论区被关闭了。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，我的影片里面用了一张儿童照片。我猜想就是因为这个 YouTube 以为我的内容是关于儿童的，所以就把我的评论区关闭了。所以大家使用了任何关于儿童素材都要千万的小心。我也尝试手动的把我评论区打开，在那个时候我的评论区能够被打开，但是过了半个小时之后，我评论区还是被关闭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办法，我就搜索如何能够联系到 YouTube 的工作人员。联系到 YouTube 的方式比我想象中来的简单，我很快就联系到了一个 YouTube 的工作人员。在他说明了我的情况之后，他没有办法当场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他也回复我会在1天之内回复邮件给我，去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。之后我也收到邮件，他告诉我内容没有问题，只是 YouTube 在侦测到一些敏感内容的时候，就会提前做出行动，进行对内容的保护。之后我的问题也顺利解决了，我那部影片的评论区也成功打开了。这就是我联系 YouTube 的整个过程。接下来会分享2个方法去告诉你如何联系到 YouTube 客服人员。一个方法需要你加入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，另一个方法就是告诉你，即使你没有加入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，你如何联系到 YouTube 客服人员。首先第一个方法就是，如果你加入了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，你可以来到你的 YouTube 工作室，在这里有个帮助，然后我们可以选择与 YouTube 创作者支持团队联系。在这里我可以往下滑，在这里可以选择在新窗口中打开，然后这边就会告诉你，如果你已经加入了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，你就可以和他们的创作者支持团队联系。他们会提供这些帮助，比如说优化你使用 YouTube 的方式，了解 YouTube 技术或者服务方面的相关技巧，可以教会你学习如何遵循相关的政策或者版权的准则，了解如何解决与账号和频道管理有关的问题，解决 Content ID 还有权利管理方面的问题，排查并且解决与你账号有关的技术故障还有问题。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聊天选项，我们选择一下，这里面就会告诉你 YouTube 客服他们的工作时间。我当然选的是英语，因为我看到英语的是全天在线的。如果你认为英文不好，你可以选择中文聊天。中文的简体还有繁体，他们工作时间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在美国太平洋时间周日到周日下午5点到凌晨2点。你还可以选择其他的语言，像是日语、韩语，很多语言都可以提供服务。例如我选择英语聊天，这里面首先需要我输入我的频道地址，然后我就输入我频道地址，然后选择开始，这边就会开始和客服聊天。因为我现在不需要帮助，我选择我不需要帮助，这个就是最快的方法，和 YouTube 的客服人员进行聊天，说明你的问题。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有个电子邮件的选项，这里面也会告诉你他们支持的语言，有非常多语言，有中文简体繁体、英语、法语、日语、韩语等等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可以点击这里并且登录，这里面会有提供一些帮助的主题，像是排查视频播放的问题，排查账号的问题。这里面有选择与我们联系，这里面就可以开始输入你需要哪些帮助。例如我输入 YouTube 获利，我会点击后续步骤，这边它就会让你确认问题。它有提供几个类别，例如说有频道获利功能遭停用，或者是黄色图标申诉被拒，还有收入低或者波动比较大，然后你可以选一个。如果这里面都没有和你想要问的问题相关，你可以选择其他，例如我选择其他，然后选择后续步骤，这里面就会出现电子邮件的选项，这里面就会邀请你输入一些你基本信息，例如你的名字、你的姓氏、你频道的网址，然后你需要什么帮助，也问你的问题是否关于某个影片，然后你可以添加一些文件，然后点击这里提交，这样 YouTube 的工作人员就会收到你的邮件。接下来第二个方法就是，如果你还没有加入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，你如何联系到 YouTube 客服人员？我们还是可以来到 YouTube 工作室，在左边的最底下，我们可以选择发送反馈，这里面就会弹出发送反馈的窗口，这边可以输入你的问题，然后你可以附上屏幕的截图，然后你点击这里可以挑选的截图，标上黄色可以用于凸显问题，如果是涂黑，你可以隐藏一些敏感的信息，例如我使用了黄色去凸显我的问题。接下来我们选择完成，在这里可以输入一些相关信息，在输入完之后，你可以选择发送，这样 YouTube 的工作人员就会收到你的请求，
在还没有经历过这次事件之前，我会认为联系到 YouTube 工作人员会比较困难，或者是说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才能够解决我的问题。但是我发现现在联系到 YouTube 客服人员是非常方便的，并且非常的有效。希望这期影片分享经验能够帮助到大家，让大家更顺利的经营频道。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经营 YouTube 频道方法，可以去看我这些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个赞。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，欢迎订阅频道。如果你想和我更多互动，可以关注 IG， 在底下描述栏也有很多经营 YouTube 频道使用工具。那么下次见，拜拜。